呀喽！今天的徒步路线是以 Everdorf 的火车站为起点，顺着火车道向北走一段路，左转向西，开始进入徒步区域。到达湖边后，开始沿着 Große Ostersee 绕行，绕完一圈向东，从2个小型的湖泊中间穿过，到达 Fondsee 的露营地。出了露营地，继续向东，回到 Everdorf 的火车站。全程大约11.4公里，海拔在600米左右，没有楼梯，爬行高度80米，几乎感觉不到明显的上下坡。虽然以泥土或沙石地面为主，但是因为比较平坦，所以整体徒步难度适中。湖边有多处湿哒哒的泥地、草地，甚至是面积比较大的积水区，所以建议大家穿防滑、防水的鞋子。Everdorf 位于史丹贝格以南的阿尔卑斯山路，距离慕尼黑约45公里，自驾走 R95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我们这次选择把车停在 Everdorf 火车站门口的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从谷歌拍的照片上看快要停满了，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几乎没什么车停在那里。我猜测可能因为现在是淡季，不过周围还有其他的停车位，应该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。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太不错。往这走。一路跟着小狗，我们来到了 Große Ostersee 的东岸。因为它是这片湖泊群中最大的一个，所以用它的名字命名了整个湖泊群，也就是 Ostersee。谷歌上将它翻译成复活节湖，其实它跟复活节没有什么关系，它的名字只是代表了这个湖在东方。整个 Ostersee 湖泊群占地1092公顷，有20多个湖泊。到底有多少个湖泊，由大自然说了算，是这片湖区的一个特色。一
一些较小的湖泊在干旱时可能因为沉积物的堆积而逐渐消失。含水的湖泊彼此相连，将阿尔卑斯的水源输送到史丹贝格兹，然后流入穿过慕尼黑的伊萨河，最后随着欧洲第二大河流的多瑙河一起进入黑海。复活节湖的美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，在旅游旺季，每天有游客多达1万人，这导致了生态系统濒临崩溃。因此，这里有相对严格的规定，比如禁止生火烤肉或者露营，路边停车和过夜停车都是禁止的，必须将车停在官方指定的停车位。好酒量，恰恰好酒量，喝吧。它要洗，但是它好像，这个拐的呢，太干净了，啊！又到了看日落的时间，今天是个有风的日子。所以夕阳洒在湖面上，蹦蹦跳跳的，显得很快乐。湖边的这棵小树也仿佛用一种诙谐的方式告诉我们：大湖结束了，你们该拐了。你看，它是不是一边叉着腰，一边伸出了一个树杈，在给我们指方向？走走走，这能进驻吗？能看见。人。走。下面刚硬，应该上面是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Fonzie， 整个复活节湖区只有3处官方批准的游泳区域，其中1处就在 Fonzie， 另外2处在 Grosse Ostsee。如果夏季想在大自然里畅游，要预先查好游泳区的位置。同时，像划艇、气垫船、充气船等船只也只能在这里使用。虽然是绕湖而行，但是一整天下来并不会感到审美疲劳。在不同的时段，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，总能收获不同的快乐。唯一相同的是，祝你发财！再见。